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4日上午的8点32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这轮行情呢道指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它完成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啊，突然出现了一根阳线，这根阳线呢站上了波峰连线的上边线，站上了之后，我们看到了这根阳线同时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站上之后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谎骗性 K 线。为什么说这里是谎骗性 K 线呢？因为在行情这里面很多情况下啊，特别是在关键点位上，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欺骗性的 K 线。欺骗性 K 线出现之后啊，我们在昨天发现了啊一个数据的公布啊，就是美国公布了它的一个加息啊，加息75%之后啊，美股出现了一个重新的下跌的过程。当前时间点在昨天啊，行情跌破了144日均线，跌破了169日均线，趋势上重新回到了下跌趋势当中。那么这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啊，做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做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在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认为它会有反弹。第一点呢是波股在这个位置上，波股在这个位置上，同时呢有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啊，所以呢日线级别在这里面我们有个预期它的反弹。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有2个利空因素，一个是美国公布了 CPI 的数据，一个是美国公布了非农的数据。2个利空因素出现之后，行情在底部建立了一个 W 型底。W 型底建立出来之后啊，最终呢延续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规律啊，做出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一波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啊，它做出了一个谎骗性的诱多的 K 线，然后重新回到下跌趋势上来。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依然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通道当中啊。无论怎么样的反弹，我们看到啊，第一点是一个下跌通道，第二点呢是我们看到2条均线非常重要的均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依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所以呢整个行情它的下跌趋势没变。这样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啊，这一轮下跌很可能会同步2020年2月的下跌啊，出现一个平行的结构啊，就是这2个位置出现一个平行结构啊，不断的刷新新低。所以呢，行情有反弹，不要激动啊，这是多头出逃的一个时间点，特别是在关键点位上出现一个诱多的 K 线之后啊，我们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方向。一直以来呢，我们都能把握比特币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比如说这轮反弹呢，我们给出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10月，整个10月都是比特币月啊。什么叫比特币月呢？每年的10月份啊，都是容易发生反弹的一个时间点。那么这轮行情在整个10月份啊，从9月20号到10月20号左右啊，它一直处在一个横盘阶段。横盘阶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触及18500到19000美金的这个底边线。那么我们之前的分析当中给出了啊，这个位置呢是不断的诱空，不断的让空头进场，但是结构上我们看到啊，逐渐形成了一个非常窄幅的震荡。我们认为在窄幅震荡形成收敛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反弹的位置，所以呢我们给出了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的一个预期。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它的第一轮反弹从3万点到17605，这个快速下跌之后，第一轮反弹幅度43%，第二轮反弹幅度23%，第三轮反弹目前最大的啊，从这个插针的这个位置上反弹幅度是16%左右。16%反弹之后，基本上同步了美股的一个反弹的趋势。但在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美股道指这里面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那么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最大16%的这轮反弹呢，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啊，看图啊，它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反弹完成之后很快，目前正在跟随美股出现下跌。
那么我们之前给出了一个目标位啊，是在21500到22000美金，这个目标位目前没有到达。虽然没有到达，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压制，就是144日均线压制，在10月29日这一天啊，高点正好打到这个位置。那么上方的压力线呢是5月份波峰连线啊，我们看啊，5月份波峰连线这根黄色线连过来之后啊，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再往上呢，我们看到是绿色均线169日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三重大山在这里面压制着，所以呢，我们给出这个目标位之后啊，无论到不到达，行情逐渐要走到空头趋势。所以呢，在10月底啊，大概是10月30号到10月31号，我就跟大家伙说啊，比特币、以太坊这些主流币种的反弹趋势已经接近尾声，要不断的布局空单。这个空单怎么布局，我也给出来了啊，分3个仓位，每隔5天布局一个仓位，每隔5天逢高点布局一个仓位，在15天之内啊，布局完成你的空单。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啊，我们看到啊，形成了第一次波谷啊，2根针出现了第一次波谷，然后第2次波谷，第3次波谷，这是一个范围型的波谷。我们在行情当中会看到很多次这种范围型波谷，比如说上轮行情牛市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第一个波谷非常明显，第2个波谷呢就不明显，它是一个范围型的，代表了震荡啊，也就是说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一个沙僧的这个位置，沙僧呢代表了震荡啊，沙僧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后面行情当中出现了第3次波谷、第4次波谷、第4次波谷之后发生下跌啊。那么本轮行情类似的情况啊正在发生，第1次波谷出现，第2次波谷出现，第3次波谷20多天、30多天的震荡之后呢，一定会形成第4次波谷。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4次波谷形成之后，行情一定会不断创下新低。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点位呢，是结合了16年行情的点位、15年行情的16年行情的点位，还有18年行情的点位。这2年熊市当中啊，都出现了比特币的最大跌幅是在 85%。那么本轮行情69000点是高点啊，牛市最高点69000美金乘以 0.15， 得出的结果就是10500美金。那么我们认为啊，当前行情当中它已经形成了黄色的波峰连线、黄色的波谷连线形成之后，一旦触及第4次波谷，那么目标位很快就要到达。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第4次波谷形成的时间点呢，我认为是在11月15日前后啊，11月中旬前后。那么12月底左右呢，就会不断的刷新新低。我们看到啊，刚开始是缓跌，缓慢下跌之后啊，它出现不断的反弹，反弹之后呢，会有一个阶段出现急跌。那么熊市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关键性点位是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位置呢，会让很多人误以为行情的底部就在这里啊，反复对这个位置进行确认啊，反复的在这里面进行确认，确认之后啊，快速拉升，击毁所有的空头，给了你希望之后啊，然后行情再打到这里面，让你绝望。绝望的同时呢，你会认为这个位置是一个底部啊，也就是18500到19000美金是一个底部，然后反复4次拓展性训练之后，这个位置发生下跌啊，一定要记住规律性的东西，很多情况下啊，它会不断的重复。历史呢是不断的重复，历史的重复呢是错位重复啊，是错位重复。比如说这轮行情，它的反复震荡的这个位置啊，在牛市当中，它是第2轮的波谷出现了一个反复震荡，也就是说去年的6、7、8月份，在这个位置上反复的震荡。那么本轮行情它是第3次波谷啊，2个位置，第2次波谷和第3次波谷，它的这个形态发生了变化啊，它的这个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无所谓。
最终的结构呢一定会向大的规律发展。那么我们耐心等待它再次来到18500美金之后发生跌破。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你同样要结合美股来看。那么美股目前是顶到了这个上边线的这个位置，波峰连线上边线的这个位置，正处在一个下跌的通道当中。美股一旦破位下行的话一定会带崩比特币带崩以太坊的行情。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方向，方向是熊市，下跌是主要方向。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反复提示了要找到好的位置，然后分布式进场把这个自己的筹码打散，即使你是空单也要把自己的成本降下来。在什么方式降下来呢？就是在反弹过程当中补充自己的空单，把自己的仓位呢打多几个就像一个潜水艇去攻击航空母舰，那是3颗鱼雷攻击的命中率高，还是1颗鱼雷命中率高呢？肯定是3颗。所以呢，在这里面除了趋势，我们认准是下行趋势，位置我们刚才给出了一个位置。那么第3点就是分布式进仓，打散自己的仓位，控制止损，保住自己最多的本金低倍杠杆，最终呢狙击行情当中的一个大的趋势，这样呢会在一波行情当中赚非常多你不要以为高倍杠杆会赚很多钱你反复的高倍杠杆最终会受到非常大的亏损，亏损的不仅仅是你的本金，你不断追加保证金的情况下有可能家破人亡，这个是非常惨的，非常多的这种案例。所以呢，耐心的布局慢慢的做。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这个交易对上，我们曾经看到一波反弹，这波反弹呢，我们给出的一个压力位是在 0.08， 这个 0.08 呢不是我们猜出来的，是我们在结构上看到的这个结构呢是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之后，它的延长线从支撑转为压力支撑转为压力这个一定要理解之前呢在上涨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底部波谷的一个支撑，通过焦点之后支撑变压力，那么 0.08 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一个压力位。那在这个压力位的影响下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呢正在出现下跌，这意味着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价格会逐渐的加速下跌这个加速下跌呢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的一定要重点注意到那么在这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以太坊以横带跌形成箱体结构之后，突破了箱体的一个上边线，突破箱体上边线之后，突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并且站上了144均线、169均线站上之后，上方存在更大的一个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是4877高点之后，高点形成之后，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这个1600美金1700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在这样的压力影响下，我们观察它的一个时间级别的变化，在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出现了8阶阴线，出现了沙僧阴线。沙僧阴线位置周线级别震荡沙僧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震荡之后发生反弹，顶到了这个白色线波谷连线的压力线附近，顶到这里之后，我们认为行情有继续下去的在空头方向继续下行的一个可能性。为什么说呢？因为它走出了悟空阴线，走出了8阶阴线，走出了沙僧阴线，走出来之后反弹过程当中仍然处在一个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沙僧阴线被杀死了沙僧阴线的这个震荡箱体被反弹杀死了之后呢，上方呢还有8阶阴线，所以呢目前处在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同时上方有压力，结合美股的下行趋势，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同比特币类似的不断的补充空单。补充空单方法呢，刚才我们说了类似的方法。那么在行情走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已经形成。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观点是行情它会不断的做结构，一旦你能看到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出现之后，它就能够找到一个焦点。那么在近焦点附近的这个位置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在当前结构上，反弹结构我们看到了已经画出来了，画出来之后啊，发生了下跌，跌破了这个结构，那么之前的这个反弹结构啊，就可以基本上宣告啊，它已经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呢，我认为下跌依然是以太坊的一个主旋律。所以呢，在当前节点冲出高点之后啊，它正在走一个新的结构，有可能是这样重新走出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周线级别下跌稀有一旦完成也就是说它的悟空阴线、周线级别的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完成之后，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1100，100美金。同时，$1100美金完成之后，会发生一个平行于前面快速下杀的一个过程。在行情当中，很多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平行结构这两个下跌相互平行。那么未来呢，一旦出现这种下跌的平行结构，我们认为以太坊最低点会在$260美金附近。$260美金附近。那么每轮熊市当中，以太坊的最大跌幅往往是在95%左右。那么如果这轮行情跌95%是在260，跌90%，我们的目标位是在450到500美金。所以呢，行情你抄底的一个价位是在500美金以下是在500美金以下，500到260美金这个区间，在当前1500美金附近仍然是一个做空的一个位置，并且呢，做空会有很大的利润，趋势上的利润在等待我们。我们看到了行情之前在高点出现前后走出了一个弧形的结构，那么这个弧形的结构呢，一定会对未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当前突破了这个弧形结构，那么行情如果一旦出现加速的下跌，同步比特币、同步美股之后的加速下跌，那么会有一个对于空头方向非常大的利润平行于这个弧形的这个波峰连线，它的一个下跌很快会出现。那么拭目以待，等待11月中旬以后的这个加速这个下跌的加速。那么昨天有人关注了 LTC 莱特币它确实出现了一波上涨。很多人说是这个因为 LTC 在2023年，也就是明年有可能出现减产行情。那么减产行情提前了9个月因为是8月份减产嘛LTC 预计是在8月份减产具体呢要根据它的区块链的情况去推算。具体时间未定，但是大概时间是这个时间节点。那么在现在呢，我认为 LTC 它只是一波短线的拉升它的拉升呢不具有持续性并且我们在周线级别上仅仅看到了它的一个非常小幅的一个波动。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认为 LTC 一定会重新跟随比特币，重新跟随以太坊的节奏来走目前呢，它不是一个减产的行情耐心等待它最终走完我认为低点呢还可能出现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它的低点确实已经很低了，40美金。那么在18年的行情当中在20年的低点我们看到了23美金，但是虽然位置很低，但是它的这个行情启动还需要时间。目前 LTC 的深度非常有限，非常容易被一些游资所控制非常容易被这个游资控制，所以呢，它的拉升我认为是游资的一些动作。然后行情目前的热点呢，依然是在道指、马斯克、Mina还有史币这些推特系的币种。那么昨天有个消息，就是推特暂停对这个区块链的对接，所以呢，现在对于道指币来说你要考虑到它的一些风险，同时呢，在这个风险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布局呢？一旦它有风险，我们就要考虑进场和止损。那在日线级别上，道指狗狗币它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这两根阳线呢是八阶阳线组，因为它互相有关联。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沙僧阳线出现了，唐僧阳线也出现了这两根阳线的关联度不强所以呢，沙僧阳线
唐僧阳线出现，唐僧阳线出现之后，它出现了调整，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小儿线级别它达到了一个169日均线啊，这个绿色线这个附近，所以呢这个位置呢确实是一个买点啊，确实是一个买点。那在小时线上，我们看到买点之后，我们调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它还没有跟上来，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没有跟上来，那怎么去设置止损呢？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那筹码密集区在0.88附近呢，所以呢这个密集的这个位置呢，往往是支撑的一个位置，在0.88附近呢，所以呢这个位置埋伏仓位一定要小幅度的埋伏仓位啊，一定不要搞多。一个小的观察仓在这里面可以做了，观察仓埋伏之后啊，如果出现继续的它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啊，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一个支撑的位置，大概是在0.1到0.88附近啊，在这个位置埋伏之后呢，行情有可能做这样的动作啊，它形成收敛动作之后啊，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下跌，下跌之后啊，在这个位置上你埋伏之后，它有可能出现反弹，但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你一定要设置止损啊。原因就是如果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往往是容易出现顶点，但是同时呢，它有可能出现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啊。如果它出现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就是多头和现货吃肉的一个行情啊，就是在行情当中，它总有这种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因素在这里面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同时呢也一定要参与怎样参与呢？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它容易走这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完成之后出现反弹，然后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切换到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道指走到这里面有悟空阳线出现了，如果不跌破悟空阳线就有可能走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但是我们看到了，一定要重点注意的是，悟空阳线它的开盘价的这个位置到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已经翻倍了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进场的话，你不可能把止损设置在这个底带的这个位置上，如果是在这里，你的本金已经受到一半损失了。所以呢，你要考虑到均线系统，我们看到周线这里面有169均线这个位置，在这个我看一下144均线在这里面支撑的大概是在0.1你可以设置止损在0.1到0.8附近在这个位置上才能设置止损对于多头来说，你不要丧失信心，但是呢，你不要太多的幻想要均衡的一点去看如果到达你的止损位立刻出逃，不要抱有幻想，因为对于道指币来说它的波动目前已经非常巨大虽然走出了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但是未来在大幅波动的状态下，风险也在加剧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了马斯克这个代币呢，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反复的说，因为它确实是在跟道指一起在走一起在走这个多头行情，在多头行情当中，我们同样的看到了它在这个结构上不断的做这个上拉之后调整之后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下跌，然后上拉，然后第二次拉升是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由于趋势的作用直接拉升。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同样的结构正在发生它要不断的修复，不断的整理之后呢，才有可能再做出拉升。同时我们看到了它和狗狗币一样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走在前天的这个位置上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再往上走越往上走，风险呢越会加剧。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它已经走出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那么未来走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有没有可能呢？是有可能的但是你是要控制仓位、设置止损，同狗狗币一样去做。目前市场上的热点还是在这些推特系的板块。狗狗币的板块还在这里面。同时呢，我们看到马斯克这个代币呢有一个子币不算子币，就是 RSS3 这个代币呢是依托于马斯克这个链来开发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我们昨天 VIP 群中关注的是 RSS3 它的现在量
非常小，大概是只有3000万枚在火币和 OK 上有一些交易量啊。波动非常小啊，但是我预计啊，它的上涨空间是很大的啊。目前成交量非常小，深度非常差啊，但是它有一定的上涨空间，因为我们看到啊，狗狗币带动了 Mask 它的这个公链呢，它下面的币种啊，它下面的生态可能会有一些资金会关注它。所以呢，大家伙在这段时间呢，可以关注一下啊 ，RSS3 啊，这个在 OK 啊，在火币还有仍然没有上线币安，估计上线币安要有一段时间，并且如果上线币安会有一个巨幅的拉升啊，毕竟那个 RSS 啊是一个那个这个论坛啊，之前论坛的一个协议，那 RSS3 呢也是一个公共用的东西。这个还是有一定前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目前最近几天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之后调整的过程当中，可以埋伏一些进场，同时呢也是要设置一些止损在这个行情里面。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淘宝网上购买我的这个同名书籍啊，这里面也有个链接。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